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新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。那么今天咱们继续分享老玩具，这回来到了变一的玩具啊，这个属于是仿真机器人。之前我分享过啊，不知道你们谁看过那一期啊？但是分享的时候的模具不齐，好像缺了2个吧，好像是缺了2个。但是呢，这个手表是当时里边模具没有的其中之一，另一个是哪个我不记得了。但是里边激光鸟是有，但是这回这个顺风耳是重涂啊，这个红色的 MP3 啊，这个是重涂啊。我记得当时缺一个这个，还是另外一个角色，因为单独的模具其实除了重涂之外啊，单独模具应该是10个。啊，就仿真机器人，其实就是电影里边这个就是魔方的那个碎片啊，魔方的那个碎片复活的那一些家用电器那些啊，就是整个的那些迷你金刚其中之一，它是按那个设定吧做了这些啊，比如说望远镜，有低微摄像机，有这个照相机，有手表。啊，包括这个有游戏机等等，做了很多啊，所以说，说实话，他并没有按照电影里边那些被激活之后的那些仿真机器人去做，他只是呢另辟了一个蹊径啊，然后用了这个设定啊，然后另辟蹊径去做了几个单独设计的一个机器人，其实挺有意思的。啊，挺有趣的吧，只能这么说啊。而这个里边这个手表这机器人，当时我买过这一套，就单独买的模具啊，就新模具里边单独的模具重涂我没有买啊，那几个我是买齐的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手表的这个模具很棒，变形也非常的有意思，而且呢，你如果这个手腕子不是很粗的话，你是可以戴到这个手腕子上的。MP3 呢，其实对于很多80后是很有记忆的，我就在记忆深处是很清晰的这么一个东西。包括这个东西是耳机，其实这个还缺个件儿，这上面有一个东西啊，软胶件的啊，一个耳机，这个是应该是蓝牙耳机，应该是啊。这个其实它最后变成了这个变成鸟形的一个武器啊，插到上面。而变形呢，其实更简单，后边就能看到啊，翅膀，它在翅膀里边拉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地方啊，里边有这个透明件，原色是蓝颜色的，这个是橙色，因为配合这个很像激光鸟的这个造型了啊，因为看这个鸟头也能看出来，虽然像鹰啊。激光鸟其实也不是鸟，也是鹰啊。然后2只脚从里面给它翻出来，立起来。好，这边也是，2只脚翻出来，立起来。好，武器呢就插在这个地方。插进去，搞定了。其实就喊着激光鸟就可以啊，因为你怎么看怎么也像激光鸟，配色也像啊。然后这只手表的变形呢也很简单，但是很好玩。首先，我们把这块给它解锁开啊。我想一想啊。从这个地方，这个图跟前面这个图是分离开的啊，这个地方也已经分开了。这个图很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2块分开之后啊，我把这2块往下压的同时，你看上面的头雕啊，包括锁骨这个地方一块一个联动的一个结构就出来了，然后中间这个胯这个地方再用卡扣给它合上去，这块就固定住了。脚底板一前一后，
搞定。啊，脚底板的这个位置，咱们一前一后，这个地方，折起来，折起来。这个大牙板就不会想到它会往后倒了啊，是不可能。哪怕关节松，这个大牙板也不会让你给这个玩具会往后倒，因为后边也是零背包，什么都没有啊。然后胳膊的这个地方，拳头在这里，但是不好的地方，它肘关节是在这儿，所以说你想要这个肘关节冲前的话，整个这个地方是空的啊，而且拳头也是冲在前面，也不能转。这一点设计其实我感觉不是太好。然后做一个什么广播体操啊，看看啊，有没有能做广播体操的可能性啊？也可以吧，摆到这里边啊。其实两个家伙是一个派系的啊，都是坏蛋啊，两个小坏蛋啊，摆到这里。其实不管它是伪装形态啊，还是这个人形态啊，你摆在柜子里面啊，这一套各有千秋，都是有亮点的。不管你摆哪个形态在里边，会给人感觉完全都是不同的，不同的一种感觉吧。看的时候啊，你如果他们都是载具的话，伪装形态的话，摆在那儿，你看又有 MP3，又有手表，又有 DV 摄像机，又有照相机，啊，又有游戏手柄啊，又有游戏机，什么都有啊，这些给人感觉很新鲜吧。然后剩下的再看人形的时候啊，摆到一套啊，就是单独的模具摆到一套的话，还各有各的一个优点，或者各有各的一个亮点。所以说这一套真的到现在为止啊，我觉得应该是便衣，当时便衣玩具线里面我最喜欢的这一套啊，非常有创意，非常有想法啊，去这个制作和设计的啊。当时的这个初衷就用了一个概念。有那么一个概念，然后呢，就做出这一套东西。真的，官方当时的想法真的思维啊，横跳这种跳跃这种感觉，非常的让人感觉不可思议。我估计这也是当时咱们喜欢上官方的一个原因，总会给咱们带来一些惊喜。那这些玩具就是官方给咱们带来的一些惊喜和不同。所以说，曾经的官方让咱们喜欢过，让咱们追过，让咱们这个无限的向往过，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啊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这个很正常。虽然说现在的官方对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吧，但是曾经的官方其实很美好，好吧？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小新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，谢谢观赏。